要说2025年的下半年怎样才能轻松半年入100万，方法就是去印度销售国产空调。今年印度突然爆发了一场前所未有的空调短缺，线下电器店的空调展位空荡荡，网店几乎所有型号都标着缺货停售的标签。众所周知，印度是个横跨热带和北温带的国家，每年夏季气温高达50度以上，对任何空调厂商来说，这里都是充满商机的蓝海市场。但就是这样的一个国家，如今老百姓连买空调都成了奢望。究其原因，只能用2个字形容：活该。印度落得如此境地，完全是咎由自取的结果。大家好，我是微笑，今天我们就聊聊这个巨大的商机。早在2021年，印度因边境争端，从经济领域开始对北方的不良邻居展开坚决反击。他们决定对中国进口的制冷剂加征关税，这使得印度国内的空调企业首先受到沉重打击。不仅是制冷剂，还包括完整的空调机组、压缩机等产品，全部未能幸免受到影响。对此，印度方面公开宣布将投入623亿卢比作为补贴，扶持本土空调制造商研发和生产印度自主品牌的空调。这些言论刚刚被报道出来，整个印度都陷入了狂热。不少印度媒体激动地宣称，中国空调称霸的时代已经落幕，印度空调终于扬眉吐气了。但事情往往就怕这个但是。那些发布抵制中国制造政策的人没想到，印度虽然有许多所谓的空调厂商，但大多数印度空调企业都需要从中国进口压缩机，不需要进口压缩机的工厂也需要进口关键零部件。为了配合莫迪的宣传活动，印度本土空调厂进口中国压缩机后，只需更换标签就能获得莫迪政府的补贴，主打一个贴牌式爱国。这种宾主尽欢、各方都赢的模式自然是难以持续。因为依靠这种策略，印度每年的空调产量只能维持在500万台左右，海外供货略有波动，后果非常严重。时间来到今年4月份，那是印度2025年的第一场高温，比以往时候来得更晚一些，停靠在8路的呸。当时正值印度大选，在50度的高温天气下，各地区候选人与酷暑展开激烈竞争。据印度媒体路透社报道，选举期间，仅在比哈尔邦、北方邦和奥里萨邦就有至少33名选举工作人员牺牲，其中包括10名候选人。这一个个鲜活的名字，成为了印度抵制中国制造的打脸最好的证明。为了解决这一问题，印度又紧急豁免了中国压缩机认证。接下来的时间里，印度空调厂商每天数着手指头，计算东大货轮抵达的时间，担心可能发生延误。即便有中国供应商提供货源，印度的空调产品仍然供不应求。根据不完全统计，印度目前14亿多的人口中，拥有空调的数量仅有8000万至9000万台。听起来数量很多，但主要集中在上层家庭，占印度家庭总数的10%。换句话说，在印度只要家里有台空调，就已经比90%家庭条件更好了。除了空调设备本身之外，还有个更致命的问题，一直阻碍印度人实现空调自由。实际上，印度空调短缺的背后，最根本原因是印度基础设施实在太差，特别是电力供应系统，更是印度长期存在的难题。据报道，2024年印度全国发电总量约18000亿千瓦时，听起来数量确实可观，但其北方邻国的发电量已超过10万亿千瓦时。在相似的人口规模下，人均用电量只有对方的20%，这其中还包括了大量虚报数据。印度电网的线损率高达22.7%。每100度电都因运输损耗和偷电问题被浪费。在电力供应不足的情况下，制造空调的工厂每天停电时间超过3小时，总之动不动就会停电停产。家里装有空调的用户也无法保证能随时使用空调，除了电力不稳，还有人员能力问题。印度的空调制造商号称能够生产空调，但由于技工培训合格率仅有23%的低水平，造成许多印度空调工厂的产品合格率只能说勉强达标，废品率约为中国的5倍多。除上述原因外，印度的交通物流基础设施水平也相当落后，无论是交通道路还是车辆运输等因素。以金奈工厂为例，该企业推出的空调产品物流成本占据了售价的28%，在某种程度上堪比当年杨贵妃从广东把荔枝运到长安，主要成本全都集中在了物流成本上。据说在印度，空调的售价已经到了堪比黄金的离谱程度。就这种水平，印度莫迪政府还是要罔顾事实，试图抵制中国制造，结果只能是啪啪打脸，最终成为国际社会的笑料。最初，印度出于国际博弈的考虑，无视经济成本效益，执意拒绝从中国进口完整的空调设备，这就导致了一个严重问题：
在印度本土制造企业中，能够提供的压缩机产量只能满足总需求量的40%，这意味着印度自产的空调产品中超过半数没有压缩机，就是这40%的压缩机仍需从中国进口零部件。更糟糕的是，中国出口的压缩机仅售500元，而印度用进口零件组装的压缩机成本高达650元。这不是传说中的技术差距，而是整个供应链的全面优势。要知道，全球96%的旋转式压缩机都是来自中国，印度单方面想避开中国根本不可能实现。结果在印度主动采取行动的情况下，中国压缩机最终被成功断供，导致原本售价1700元的某国产空调品牌，现在印度本土品牌要卖3400元。虽然成本大幅上涨，但是印度的产量也大幅下降。可能是在选举期间，莫迪本人意识到自己的能力受到质疑，所以紧急解除了国产压缩机的进口限制。幸好中国宽宏大量，没有过多追究。这时莫迪团队又发现，4年前累计豪掷230亿美元大力补贴印度制造，效果谈不上特别明显，可以说几乎没什么作用。经过简单审查后发现，这些资金仅有8%发放到了空调企业手中，其他的钱都随着高温快速增发。这个时候又有一个冷知识，印度能造出火箭，却造不出空调压缩机，这是因为在精密制造领域，双方存在巨大代差。中国空调专利超2000项，无论是零部件供应，印度在核心技术方面仍然一片空白。既然空调根本买不到，买到了又因为电力短缺无法使用，印度人该如何度过这难熬的夏天？在印度的夏季，不同阶层的人都有各自的应对方式。富裕阶层自然不受太大影响，在停电的情况下还能用柴油发电机维持空调运转，实在不行就直接去欧洲避暑。这部分群体被欧洲人戏称为气候难民。至于生活在贫民窟的普通印度人，在无处可逃的情况下，只能用湿毛巾反复擦拭身体，尽量降低体表温度。条件好些的还能苦中作乐，来一场贫民窟泼水节。有一组令人心酸的数据显示，印度10%装有空调的家庭消耗了超过一半的家庭用电，剩下的90%只能靠人力硬扛。当小小一台空调变成印度人的生活必需品，快速催生出2条灰色产业链。很多富裕阶层趁机囤积大量中国制造的空调扇，随便一台就抵得上印度穷人5个月的薪水。当然，在印度财大气粗的寺庙会用骆驼奶坡地降温，充当限量版的清凉剂。面对印度的空调短缺问题，国际能源署曾预测，到2050年，印度的空调缺口将累计达到10亿台。根据印度的本土生产能力，至少有6亿台需要从中国进口。曾经的豪言壮语，最终变成了迟来的打脸。莫迪高举着印度即将成为世界大国的光鲜旗帜，却终究掩盖不住50度高温下不断滴落的汗珠。空喊印度制造的口号，终究无法填补核心技术缺失的鸿沟。当国家战略沦为政客的表演秀，每年一度的空调短缺终将成为这个南亚大国最具讽刺的黑色幽默。无论印度如何在国际博弈中左右摇摆，最终承担后果的始终是印度最普通的民众。国家之间可以角力，但任何时候人类都无法违背物理规律。因为在空调问题上，印度选择了硬扛，那是真的要出人命。在可预见的未来，印度人想要平安度过夏天，能帮助他们的人，全世界只有中国。只可惜，由于印度长期以来出现的各种骚操作，正在让自己步入绝境。投资办厂已经万万不可能。想和印度人做生意，那必须谨记，定金即是全款，定金送挂机，全款发外机，必须成为广大空调厂家的共识。印度空调困局的背后，映射的是一个国家发展路径的选择。当技术自立沦为口号，当务实合作被政治博弈取代，最终承受代价的永远是普通民众。中国制造的优势并非偶然，而是数十年产业链深耕与技术积累的成果。这个世界需要的不只是商品交易，更是开放包容的发展智慧。中国的世界观从来不是零和博弈，而是合作共赢。我们深知，真正的强大不在于封锁与对抗，而在于能否为人类共同挑战提供解决方案。从空调到航天，中国愿意分享发展红利，但前提是相互尊重、平等互利。印度当下的困境恰恰印证了违背市场规律与产业逻辑的代价。未来全球化的世界里，国与国之间将是供应链的协作，而非割裂的孤岛。中国始终以建设者姿态参与世界发展，因为我们懂得，一个国家真正的格局不在于如何标榜自我，而在于能否为世界创造价值。当印度民众在50度高温中煎熬时，中国制造的压缩机本可成为解暑的钥匙。
这不仅是商业选择，更是一个关于人类共同福祉的命题。